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情感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接下来我将用当事人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整个故事。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点赞订阅，谢谢大家啦！我叫林雅琪，是个台湾台北出生的女孩。从小在台北长大的我，有着许多台湾女孩的梦想，环游世界，体验异国文化，找到一份让自己充实快乐的工作，然后和一个疼爱我的男人步入婚姻的殿堂，想得美哦。这是我闺蜜听到我梦想时常说的话，但我真的做到了。至少我以为我做到了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在一家国际旅行社工作，身高165公分的我，留着微卷的黑色长发，身材曼妙，同事们都说我的笑容特别有感染力。工作几年后，我被公司派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旅游展，负责推广台湾的旅游资源。真是天啊！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的土地，我既兴奋又紧张。那是个名叫尼亚萨的小国家，虽然不像南非或埃及那么有名，但据说那里有着全非洲最美的日落和最纯净的湖泊，你要小心哦。那边很落后的，出发前妈妈不停叮嘱我。知道啦，你当我是小孩子哦。我笑着应付，心里却早已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这段异国冒险。谁能想到这次出差会彻底改变我的人生？在尼亚萨的旅游展上，我遇见了卡姆，一个高大英俊、皮肤如巧克力般光滑的当地导游。他的中文说得出奇的好，原来是在北京留过学的。很高兴认识你，台湾来的朋友。他带着迷人的口音向我问好，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。老天爷，我从没见过这么有魅力的男人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跳快得像是要蹦出胸口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卡姆主动请缨当我的向导，带我参观尼亚萨的各个景点。他带我去看了震撼人心的大草原日落，带我去尝当地特有的香料烤肉，还带我去参观了他的家乡，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。我们家族在这里很有地位，他骄傲地告诉我，我父亲是村里的长老，很受大家尊敬。每天与卡姆相处的时光，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和安全。他的知识渊博，举止绅士，完全颠覆了我对非洲男人的刻板印象。我的家人一定会喜欢你的，他常常这样说，我傻傻地以为这只是客套话。展会结束后，我该回台湾了，但我和卡姆的感情却刚刚开始。我们开始通过网络保持联系，几乎每天都会视频聊天。半年后，卡姆飞到台湾来看我。哇塞，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吗？闺蜜们看到我们俩如胶似漆的样子，都惊叹不已。卡姆在台湾的表现简直完美，他会主动帮我妈妈洗碗，会陪我爸爸讨论国际政治，还会给我买我最爱的珍珠奶茶。他似乎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对我的文化充满了尊重和好奇。雅琪，我想和你共度余生。在台北101的观景台上，卡姆单膝跪地向我求婚，我泪流满面地点头答应。但我没想到婚后的生活会与我想象中截然不同。我们决定在尼亚萨举行婚礼，按照卡姆家族的传统仪式来，放心啦。一切有我，卡姆安慰我，我会保护你，让你成为最幸福的新娘。我的父母起初极力反对，但看到我坚定的态度，最终还是妥协了。他们和我的几个闺蜜一起飞到了遥远的非洲大陆参加我的婚礼。婚礼比我想象中的要隆重得多。卡姆的家族原来真的很有地位，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来参加了。我穿着卡姆母亲亲手做的传统婚服，头上戴着用当地珍贵花朵编织的花冠，脸上画着象征纯洁与忠诚的彩绘。你真美，像个女神一样。卡姆深情地望着我。我的父母虽然不习惯当地的风俗，但看到卡姆家族的热情款待，也渐渐放下了戒心。尤其是看到卡姆对我的疼爱，他们终于相信女儿嫁得不错。婚礼结束后，父母和朋友们回台湾了，而我正式开始了我在非洲的新生活。刚开始的日子，一切都很美好。卡姆的家很大，是村里最漂亮的房子之一，有着宽敞的院子和舒适的房间。卡姆不需要做太多体力活，主要负责接待外国游客和处理村里与外界的联络事务。我们的新婚生活甜蜜而热情。卡姆是个体贴的丈夫，也是个热情如火的情人。每当夜幕降临，他总会用那双有力的手臂将我揽入怀中，用他那充满异国风情的低沉嗓音在我耳边呢喃爱语。
我的身体在他的爱抚下颤抖，我们的结合如此完美，仿佛天生一对。但好景不长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开始出现。首先是语言障碍，虽然卡姆会说中文，但他的家人几乎都只会当地方言。我努力学习，但进展缓慢，这使我在家庭聚会时常常感到孤立。其次是生活习惯的差异，尼亚萨的生活节奏慢而悠闲，这与我在台北养成的快节奏生活方式截然不同。最初我觉得这是一种享受，但渐渐的我开始怀念台北的便利和熟悉。习惯就好啦，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，为了爱情，一切都值得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的婆婆用蹩脚的英语和肢体语言告诉我，是时候准备一个重要的仪式了。什么仪式？我好奇地问卡姆。他欲言又止，最后只说是我们部落的传统，所有已婚女性都要经历的。我继续追问，但他变得异常沉默，这不像平时的他，我开始感到不安。直到婚后第3个月的一天，卡姆的母亲和几位年长的女性来到我们家，她们神色严肃地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些我看不懂的器具。卡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紧张地问。卡姆深吸一口气，终于说出了真相。雅琪，按照我们部落的传统，所有已婚女性都需要接受割礼。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了。割礼，女性割礼。我在电视纪录片上看过，那是一种残忍的陋习，会给女性带来终身的痛苦。不可能！我尖叫起来，我绝对不会接受这种事。这是我们的传统，卡姆的母亲用蹩脚的英语说。每个女人都要经历，这是成为真正女人的标志。我看向卡姆，希望他能站出来保护我，但他只是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卡姆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我哭喊着，你答应过要保护我的。我很抱歉。他终于开口，声音里充满痛苦。但这是我们的传统，我的家族很看重这个。如果你不接受，会被视为对家族的巨大不敬。我崩溃了，跑回房间锁上门，蜷缩在床上痛哭不止。我感到无比的背叛和恐惧，不敢相信我深爱的丈夫竟然要我经历这样的折磨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一直躲在房间里，拒绝与任何人见面。卡姆每天都会来敲门，但我不理他。我需要时间思考，需要找到逃离的方法。我偷偷用手机联系了台湾的闺蜜，告诉她们我的处境。她们都被吓坏了，立刻建议我逃回台湾。天啊，快跑啊！闺蜜在电话那头尖叫，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妥协？但问题是，我的护照被卡姆收走了，而且我们村子离最近的城市有几小时的车程。我该怎么逃？1周后，卡姆的母亲再次来到我们家，这次她的态度温和了许多。我知道你害怕，她用简单的英语说，但这是我们的传统，是对我们祖先的尊重。如果你真的爱我的儿子，就应该接受这个。我摇头，泪水再次涌出。这不是爱的表现，我哽咽着说，真正的爱不会要求这样的牺牲。当晚，卡姆终于肯和我认真谈话。雅琪，我爱你。他眼中含泪，但我夹在中间很难做。如果你不接受这个传统，我的家族会认为我娶了一个不尊重我们文化的女人，我会失去家族的地位和尊严。那我呢？我质问，我的尊严、我的权利、我的身体自主权算什么？你让我失去的是一辈子的事情。卡姆沉默了。我知道我们之间的鸿沟已经无法弥合。第2天，我做出了决定，我必须逃离。我偷偷收拾了一些必需品，决定趁夜色逃走。我计划先去到最近的城市，然后联系台湾驻当地的办事处寻求帮助。但就在我准备行动的前夜，卡姆突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。我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他说，我和长老们商量过了，由于你是外国人，可以进行一种象征性的仪式，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实际伤害。我半信半疑，什么象征性的仪式？只是在你的大腿上做一个小小的标记，他解释道，表示你已经接受了我们的传统。这样我的家族和村里人就会接受你了。我陷入了两难。一方面，我不想接受任何形式的割礼，即使只是象征性的。另一方面，如果能避免真正的割礼，或许这是最好的妥协。我需要考虑，我说，那晚我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。我爱卡姆，但我更爱我自己。我不能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尊严和权利。清晨，我做出了最终决定。
我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割礼，哪怕只是象征性的。我对卡姆说，声音坚定而平静，我尊重你们的传统，但我也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身体。卡姆的脸色变得阴沉。你是说，你宁愿离开我，也不愿意接受我们家族的传统？不是我想离开你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是你们的传统在逼我做选择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应该站在我这一边。卡姆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转身离开了房间。那一刻，我知道我们之间的爱情已经走到了尽头。我决定执行我的逃离计划。夜幕降临后，我趁着卡姆和家人都睡着了，轻手轻脚地拿起我提前藏好的小包，悄悄溜出了房子。夜晚的非洲大地充满了未知和危险，远处传来野兽的嚎叫声，头顶的星空广阔而深邃。我的心砰砰直跳，既害怕又充满决心。加油，雅琪，你可以的！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。我知道村子西边有条小路通往最近的镇子，从那里可以搭车去大城市。我默默祈祷能顺利到达那里，但命运却给了我残酷的玩笑。我刚走出村子不久，就听到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呼喊声。雅琪，站住！是卡姆的声音。我加快脚步，但在陌生的夜路上，我根本跑不快。很快，我被卡姆和几个村里的男人追上了。你要去哪里？卡姆抓住我的手臂，眼中充满愤怒和受伤。你就这样背叛我和我的家族？我没有背叛任何人，我挣扎着说，我只是在保护自己。卡姆的父亲，那位德高望重的，也赶了过来。他用当地语言说了一大堆话，语气严厉。卡姆翻译道，父亲说，你如果离开，就是对我们家族的极大羞辱。他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求求你，卡姆，我哭着恳求，让我走吧。我们不适合在一起，我们的文化差异太大了。卡姆的表情变得复杂，我看到他眼中闪过一丝动摇。但就在这时，又严厉地说了几句话。卡姆的表情瞬间变得冰冷。父亲说，如果你执意要走，就必须先接受割礼。这是我们的规矩，没有人可以破坏。我惊恐地睁大眼睛，拼命摇头。不，绝对不可能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如同噩梦一般。在命令下，几个男人强行将我带回了村子，关进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。卡姆，救我！我绝望地喊叫，但回应我的只有沉默。我被关了3天3夜，期间只有一位老妇人每天给我送水和简单的食物。我试图向她求助，但她不懂中文，也不懂英文，只是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。第4天，卡姆终于来了。他看起来憔悴不堪，眼睛里布满血丝。对不起，他低声说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冷冷地说，如果你爱我，就帮我离开这里。卡姆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我会帮你，但需要一点时间。你先装作愿意接受象征性的仪式，我会想办法在仪式前带你离开。我不确定是否应该相信他，但此时此刻我别无选择。好，我点点头，我相信你最后一次。卡姆离开后，我开始假装顺从。当老妇人再次送饭来时，我用肢体语言表示我愿意接受仪式。她惊讶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点点头离开了。第2天我被放了出来，但被严密监视。卡姆的母亲告诉我，3天后将举行仪式。卡姆，你的计划是什么？当我们终于有机会单独相处时，我紧张地问道。后天晚上，他低声说，我会安排一辆车，趁大家睡觉时带你离开。你的护照我已经偷偷拿回来了。我的心中燃起了希望。你呢？你会跟我一起走吗？卡姆苦笑着摇摇头。我不能背叛我的家族和传统，但我也不能看着你受苦。我们的缘分到此为止了。那一刻，我的心既痛又暖。卡姆终究还是爱我的，只是我们之间横亘着无法逾越的文化鸿沟。按照计划，逃亡之夜很快到来。那天，村里的人都很早就睡了，一片寂静。深夜，卡姆轻轻敲了我的门。时间到了，他轻声说，跟我来。我跟着他悄悄溜出屋子，绕过了几个正在打瞌睡的守卫。卡姆事先给他们下了安眠药。车就在村口等着。卡姆说，司机会直接送你到首都，那里有台湾的办事处。但就在我们即将到达村口时，噩梦再次降临。站住！一个洪亮的声音在黑暗中炸响，
他带着几个手持火把的村民出现在我们面前。该死！卡姆咒骂一声，他们怎么会知道？你以为你可以欺骗自己的父亲吗？用蹩脚的英语说，眼中充满愤怒。我早就知道你的计划了。我们陷入了绝境，命令手下将我们带回村子中心的广场，其他村民也被惊醒，聚集过来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宣布我必须立刻接受割礼，不再有任何妥协的余地。不，卡姆站出来反抗，父亲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不能强迫他。闭嘴！怒吼！你已经被这个外国女人蛊惑了心智，今晚这件事必须解决。救命啊，卡姆！我绝望地呼喊。卡姆试图冲上前来救我，但被几个壮汉拦住了。他拼命挣扎，却无济于事。住手！突然，一个陌生的声音打破了混乱。所有人都转过头去，一个穿着西装的非洲男子站在人群外围。原来，在帮我安排逃跑计划的同时，这种陋习已经被法律禁止了。如果你们执意进行，将面临严厉的惩罚。场面一时陷入僵持。我趁机挣脱了控制，跑到卡姆身边。现在就跟我走，卡姆低声说，趁他们还在争论。我们慢慢地向后退，准备逃离现场。但就在这时，一个意外发生了。突然拔出一把藏在衣服里的短刀，冲向我们。如果不能按传统办事，那就没有必要活着了，他疯狂地喊道。卡姆奋不顾身地挡在我面前，短刀深深刺入了他的胸膛。不，我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叫。卡姆缓缓倒下，鲜血很快染红了他的衣服。我扑上去抱住他，泪水夺眶而出。雅琪，他微弱地叫着我的名字。对不起，我爱你，不要说话，坚持住。我哭喊着，会没事的，但我知道这只是自欺欺人。在这偏远的村子里，没有医院，没有急救设备，卡姆失血过多，生命正在迅速流逝。村民们也乱成一团，被几个人按住，脸上是震惊和悔恨的表情。他没想到自己的冲动会导致儿子的死亡。卡姆的呼吸越来越微弱，眼神也开始涣散。我紧紧抱着他，感受着他的体温逐渐消失。不要离开我，求求你。我喃喃道，但命运没有给我们第二次机会。在我的怀抱中，卡姆永远闭上了眼睛。卡姆的葬礼在3天后举行。按照当地的传统，他被埋葬在村子边缘的一棵大树下。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悲痛中，是村里最有出息的年轻人。他走时脸上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威严，只有无尽的悔恨和哀伤。我站在卡姆的坟前，心如刀割。我们的爱情本可以有不同的结局。如果不是那该死的传统，如果不是那些无法逾越的文化鸿沟。卡姆的母亲走到我身边，拉起我的手，出乎我的意料。他用蹩脚的英语说，对不起，我们错了，卡姆说的对，那些传统不应该伤害人。我无言以对，只能任由泪水流淌。我办理了回台湾的手续。临行前，我最后一次来到卡姆的坟前。我永远爱你，我轻声说，但我们的爱注定是一场悲剧。我将一束台湾带来的兰花放在坟头，转身离去。回到台湾后，我像是变了一个人。曾经活泼开朗的我变得沉默寡言，总是独自一人发呆。朋友们都很担心我，经常来家里看望我。他们试图安慰我，但没有人能真正理解我经历的痛苦。雅琪，你要坚强啊！闺蜜抱着我说，卡姆是为了救你才牺牲的，他不会希望看到你这样的。我知道他说的对，但心里的伤口太深，无法轻易愈合。夜深人静时，我常常梦见卡姆，梦见我们在非洲的日子，梦见他那温柔的笑容和有力的怀抱，然后我会从梦中惊醒，发现枕头已经被泪水打湿。外界也对这个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有记者找上门来想要采访我，但都被我拒绝了。我的痛苦不是用来展览的。半年后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接受了一家国际人权组织的邀请，开始在全球各地发表演讲，讲述我的经历，呼吁人们关注女性割礼这一陋习，以及文化冲突中女性权益的保护。我的故事是悲剧，我在演讲中说，但我希望通过分享它，能让更多人了解这些问题，避免更多的悲剧发生。我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女性割礼问题的更多关注。一些非洲国家开始加大力度打击这种陋习，保护女性权益。卡姆的死没有白费，
她用生命捍卫了爱与尊重，她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心中。有时我会想象，如果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下，或者如果世界能够更加包容和理解不同的文化，我们的故事会不会有不同的结局？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。跨文化的爱情有时候真的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时间流逝，我的生活渐渐恢复了正常。我重新开始工作，交了新的朋友，甚至偶尔也会笑了。但卡姆在我心中留下的烙印永远不会消失。每当我看到非洲的新闻，或者听到关于文化冲突的讨论，心中都会泛起阵阵痛楚。那个在非洲失去丈夫的台湾女孩，这成了很多人对我的标签。我不再只是林雅琪，我成了一个符号，一个悲剧的象征。有人认为我太过天真，不该为了爱情冒险。也有人赞扬我的勇气，愿意为爱跨越文化的鸿沟。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那段感情中有多少真挚的爱，也有多少痛彻心扉的悔恨。如今，当我站在台北101的观景台上，回想起当年卡姆在这里向我求婚的场景，我的心依然会隐隐作痛。如果我常常这样想，但人生没有如果。3年后，我创办了一个名为卡姆之光的公益组织，帮助那些受到文化冲突伤害的女性。我亲自前往非洲多个国家，为当地女性提供教育和支持。我甚至回到了尼亚萨，回到了那个改变了我一生的村子。村里的人都认出了我，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。卡姆的母亲已经老了很多，但她紧紧拥抱了我。谢谢你回来，她说，卡姆会很高兴的。我走到卡姆的坟前，发现坟上种满了鲜花。村里的人告诉我，自从卡姆死后，村子里再也没有人执行过女性割礼。卡姆的死改变了整个村子的传统观念，这让我感到些许安慰。卡姆没有白白牺牲，他的死唤醒了人们的良知。我们都会犯错，卡姆的母亲说，但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错误中学习。是的，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了多久，而在于我们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改变。卡姆用他短暂的生命改变了一个村子的命运，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现在每当有人问起我的故事，我不再只是悲痛，还会带着一丝骄傲。骄傲于我曾经勇敢地追求爱情，骄傲于卡姆为了保护我而牺牲，更骄傲于我们的故事能够帮助更多的人。跨文化的爱情很美，但也很脆弱。我常这样告诉年轻人，它需要双方更多的理解、包容和勇气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我是否还会选择踏上那片遥远的非洲大地？我是否还会为了爱情而放弃熟悉的一切？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那段经历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，塑造了今天的我。卡姆，我亲爱的卡姆，无论天堂有多远，我相信你能听到我的心声。我永远爱你，也永远记得你为我做出的牺牲。我们的爱情故事虽然悲伤，但它告诉世人，爱可以跨越国界，但有时文化的鸿沟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才能填平。这就是我林雅琪的故事，一个为爱远嫁，却在文化冲突中失去爱人的台湾女孩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爱不仅需要激情，还需要尊重与理解。如果你喜欢我讲的故事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